怎么没有感应了？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，师兄？是不是被发现了？没事儿，我来给你想想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会追踪术不成？追踪术呢，我倒是不会；法术呢，我也不行。但是我靠的是天赋。那儿。这都一晚上，离湖他们怎么还没来啊？说的好听，让我不要擅自行动，结果不是他们也没来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他这是要去哪儿？哎，那边。哎呀，你靠不靠谱啊你？啊！师兄，你相信我。哎呀，走。刚我怎么没问到？你猎狗还是狐狸？哎，说吧，我不歧视要求。看我不打他们两个相处的还挺好。哎，这乞丐有点不对劲啊。怪怪的。走，哎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他再往前走，就要掉下去了。这行为举止不像常人，应该是傀儡。傀儡。这都什么人啊？也是傀儡。也是傀儡。哎，傀儡们围着要攻击他。我们还是先把他救下来再说。凌波仙子啊，我就知道这么迅雷不及掩耳，你就把他们给制住，也就你，凌波仙子。哎，不是我，不是你啊！我知道了，这山崖下肯定有问题。我要去看看。对了，凌波仙子，公子，你可是来找你师兄常德的？我不找他。啊，你不找他？你不是跟我说去丰邑找你师兄了吗？你管我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循着你师兄的踪迹过来跟他抢功的是吧？这不重要，反正呢，人我已经跟到了，这些呢只是饵。你们想要的鱼啊，在那边。那这些傀儡到底怎么回事？那边有个小屋，你们去了就知道了。你不去啊？不去。这么重要的立功机会你都不去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告辞。师兄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有一股奇怪的臭味啊？走，都这么多天了，我早没习惯了。哎呀，终于到了！再这样下去，我要被臭死了。天哪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这该不会都是用活人做成的吧？做傀儡就是这么残忍。这下可麻烦了，连个活物都没有，这怎么问话？别急，也许还有别的办法。哎，我刚好像看到这个眨眼睛了。你看错了吧？试试就知道。
他动了，他动了！站住！各位小仙，你们抓我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些傀儡是你控制的吧？还有从下面上来的傀儡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都说了我不知道呀！你再不说，信不让你死在这儿。啊！你让我死了，我也是这么句话呀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！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，是不是？哎，师兄，可别把他真弄死了，让我来。你羽毛过敏，快说，不然……哎，别放羽毛！我说，那个悬崖下面呢，其实是个村子。很多年前，封印秘境的主人博元真仙将秘境的钥匙藏在里面了。秘境的主人，博元真仙。没错。所以说你让那傀儡下去，是为了这秘境的钥匙。哎呀，为了那个钥匙谈何容易呀！我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苦心经营这么久都拿不到。你要那钥匙做什么？我不就是给……谁派你来的？这个我不能说。哎，别！放过我！这个人就是九宿尊上。都给我听明白了，这个村子就在这山崖下面。你们找好路径之后，悄悄给我潜伏进去，哪怕就算是挖地3尺，也务必给我找到秘境的钥匙。明白了吗？是。行动！他命令我取得秘境的钥匙后，我便带了些兄弟们来到这里，让他们下到山崖下。可我等了很久都不见他们回来，之后我又先后派过几拨人下去，哎，可都是有去无回呀。没过多久，那些派给我的邪修都死光了，我拿不到钥匙，也没办法向尊上交代。幸好我有做傀儡的手艺，所以我就去城里抓了些无家可归的乞丐。我将这些乞丐做成了新的傀儡，让他们继续执行未完成的任务。但是谁料这些傀儡进了村之后呢，和前面的几拨人一样，依旧是有去无回，再也联系不上了。哎，这么残忍，这不是直接派那些人去送死吗？那些人根本就是活死人。一开始呢，我就觉得是我的操控方法不对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停地去调试这些傀儡。这不，今天又送了一个下去。哎，你们说今天情况如何？这家伙表现怎么样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他差点被悬崖下面上来的傀儡杀了啊！那今天下面那些傀儡也是你之前送下去的？这我也没想到啊！下面到底有什么厉害的东西，居然能反制我的傀儡？不行，我一定得好好再调试一批新的傀儡，再跟他过过招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这个人太坏了，真坏！哎呀，看来那个村子一定设下了保护秘境钥匙的机关，能够反制前来的傀儡，不简单啊。可这都是猜测。老头，能不能说点有用的？我刚才说的都是有用的呀。那之前抢青鸾神鸟的那个傀儡，也是你做的？哈哈，这当然不是跟你们吹啊！这个世上能做傀儡，而且做得像我这么好的人，根本就没几个。但是这傀儡做好了之后呢，很难操控的。你要力度大一点，它就像傻子一样；你要力道稍微小一点，哎，它就会乱来，甚至会出卖我们。所以我呢，只能把它们捏碎了事。你们说，我这个本事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啊，是不是很厉害？你说你手艺不错，偏偏心术不正，害人性命，该死！你都打了我3回了，各位小仙，你们行行好，放过我吧！我知道的都说了呀。想想，那些被你扔下去的人太冤枉了。行了，明湖，带他一起走。是，他还有用。哎呀，我头疼，哎，我腿疼。行了，这一套多少年前就不玩了。
等一下，我说小仙儿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行行好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别想偷懒，走。我真的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，特别是我的屁股疼得不得了啊，我一步也走不了了。呀，装起来了啊！之前不是可神气了？哎呦，好了，要不我们在这里歇一会儿吧。师兄，吃不吃？很香很香的，我特意为你烤的。你不给你很好的朋友吃，跟我献什么殷勤？师兄，你要是不吃的话，那我也不吃，我就陪着你一起饿死算了。也好，反正我们从小受罚挨饿都是一起，有难同当。傻丫头，你师兄功力深厚，别说是半天不吃，就是半年不吃，估计也饿不死。但你跟你师兄不一样，你道行尚浅，一日三餐吃惯了，突然不吃，身体肯定扛不住。别不自量力了，他不吃，自己吃吧。哎，你说谁自不量力呢？我的师妹只有我能说，你插个什么嘴啊？你过来谈一下。哎，师兄，还宗，你跟我师妹是朋友？是。朋友就该有朋友的样子。你知道朋友什么样子吗？是朋友就要注意分寸。不管怎么说，空侯他一个姑娘家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要注意那条界限，不要让人家误会。你说你能不能做到？不能。你就是包藏祸心。哎，师兄言重了。空侯这人为人直爽，性格善良，还乐于助人，当然值得我结交。如果有人对他产生爱慕之情，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，除非是师兄你觉得他不值得。小姑娘，你别乱丢了好不好？你看我都快成竹子了。哎呦，你说这俩人去了这么久，不知道在聊些什么。对啊，你说我师兄能找桓宗聊些什么呢？那谁知道呢？反正呢，刚才看你师兄那架势，他是想打架。打架？哎，快去看看。你看着，我去劝劝他们就回来啊。空侯他缺点可多了，你不要现在看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家里乱得跟狗窝似的。他吃饭还打嗝，还挑食，他还不爱洗头，他头上的油都可以炒菜了。是吗？你笑什么呀？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挺可爱的。哎，你不会真喜欢上我们家空侯了吧？对啊。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，他脑子又笨，灵力又差，这么多年没点进步，还没点自知之明，想一出是一出，东游西逛，招猫逗狗。他呀，就是玩心大，等他回到云华门练心修炼，那些猫猫狗狗他就全都忘了。师兄，师妹，我说的。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没想到师兄特意拉走桓宗，就是为了说我的坏话的。师妹，我没有，就算我有缺点，你可以当面告诉我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师妹，哎，空侯，你呢也不要怪罪你师兄。其实我还挺羡慕他的，他跟你相处这么久，观察入微，
能够把你生活中这么多可爱的糗事记得这么清楚。师兄，师妹你到底跟桓宗说了什么呀？师妹，我或者你这么想吧，师兄能够把你这么多糗事记得这么清楚，足以证明师兄很关心，也能证明你们两个情谊不浅。师妹，我这些是什么？桓宗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怎么一直跟着我们？是尸骨兽。尸骨兽？不可能吧？那可是修真界最凶狠的猛禽，吃人连骨头都不吐。肯定是有人故意放出来。该不会是那个吴喜啊？三弟，走，你可算！他跑了！不好，师妹！给点面子，关键是你总得想是吧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算你识相，还知道出手相救。看来凤首空侯都忍不了了，都自己跑出来迎战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找你师兄去。师兄，师妹，师妹，快救我师妹！空侯，师妹，师妹。公子，公子，师兄，你放开我！你冷静点，师妹。桓宗在公子呢？师妹，我要去救他！师妹，桓宗，师妹，当时桓宗抓住我，我看到了一团毒气，桓宗就被往下吸。不可能，
那屋里肯定有什么东西，或者有什么人。我没有看到人，我只看到一团雾气。为什么会没看清呢？好了，该说的师妹都说了，再问也问不出什么了。你们两个，你们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说！二哥，闭嘴！不说我杀了你！哎，别，小心啊，小心！这，我二哥呢，确实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呢，可能还知道一点。其实我们之前放邪修下去呢，也不都是全没回来，有一个。别过来！这不是我做的傀儡吗？醒醒！放开我！你怎么搞成这副样子了？啊！我们昨天到山崖下以后，看到一团雾气慢慢的升了上来，后来我就被吸了进去，我才醒来。我醒来就干嘛了？说呀！我醒来就，我看到了很多年以前，我看到了我的妻子。我亲手杀了他。他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跑出来的，只是按照他的描述，他在那山下似乎是被困在了最痛苦的境遇里，困在自己的心魔中。那魂宗在下面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？这个嘛也说不准。后来呢，我们就查遍古籍，终于知道了其中的奥秘。无论是修者还是凡人，但凡闯入，就会被困在里面，然后呢，就会活在自己心魔营造出来的假象里，永远都出不来呀。怪的，那即便肉身能回来，心魔不会回来，也会痴呆或是死去。二皇子，您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！二皇子醒了，二皇子醒了，二皇子真的醒了！快点儿，快点儿，轻点儿，别扰了殿下。二皇子，您用点膳吧。你们先出去，我一个人待会儿。是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殿下，您现在身体状况还不太好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我母亲在哪儿？殿下，请您现在保重贵体啊！我问你，我母亲在哪儿？我要见她。殿下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我母亲是不是出事了？殿下，走开！殿下，殿下！母亲，玉皇先生，玉皇先生。
什么？难道你愿意让为父屈尊在一个女人之下？她可是我母亲，你结发之妻。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？就是一直没有出息，连太子之位都不争，让那个黄口小儿给夺了去。你记得，永远不要向女人妥协，不能让他们踩在你的头上。为此，要不惜一切代价。我现在就杀了你！现在开始，叫我父皇，记着，要永远敬重你的父皇。走开！我要杀了你！滚开！陛下，臣有一事要和陛下与诸位大臣商讨。好，单说无妨。女皇仙逝，举国悲痛，想必陛下心里也十分难受。我与她伉俪情深，夫妻数载，心中怎会不难过？只是这江山就像她的血和肉，我只能以社稷为重。只要这天下海晏河清，国泰民安，才算是告慰他在天之灵了。陛下情深义重，臣感佩之至。但臣仍有一事不得不说：女皇仙逝，按理应该由太子继位，方能使天下幸。女皇在病死之前，在病榻上留有口谕，将帝位让于我。况且太子尚且年幼，恐怕是力有不逮。太子虽年幼，但有我等老臣扶持，定能将太子培养成一国之君，一句力有不逮，恐难服众。是啊，混账！寡人早就听闻有人要谋反，若不是今日亲眼所见，寡人还不信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打的是什么算盘吗？若是太子继位，就由你们这些大臣们监国，到时候架空太子，挟天子号令四方，为所欲为。如此的狡辩，竟然在朝中大言不惭地说出来！来人，将此人拖出去，斩求示众！你这是谋逆，篡权夺位，其心可诛；篡权夺位，狼子野心；篡权夺位，狼子野心呐！今后若有人再提及此事，下场跟他一样。慢点，老实点。我们先在这里落脚，商量一下对策。嘿嘿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没救他，下去陪他呀！二哥，你吵死！师兄，我这次必须要下去。桓宗是为了救我，所以才……师妹，桓宗是为了救你，我们现在也是为了救他。可你千万不能冲动，我们需要从长计议，不能冲动，别没把他救出来，你自己困在里面。可是我要说办法呢，也不是没有。快说。我们扔乞丐下去时，给他们用了心灵石。什么是心灵石？就是测心魔的东西。只要心魔越小，逃离的成功率就越大。你们仨看一看，谁的心魔越小，谁就下去喽。快把心灵石给我交出来！只要你们把手放上去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破玩意儿有那么神奇吗？哎，你拿着。老虎！原来你的
的新模式老虎啊！你懂什么呀？神神叨叨的，我来试试。哎，怎么了？师兄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不对呀，他怎么没有心魔呢？怎么回事？那是不是说我可以下去救桓宗了？不行，都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真是假。就算是真的，你进去之后怎么不被发现？你干嘛？哎，你把它给解开啊！说，你要真想去啊，路倒是有一条，能够通向傀儡村的无常河，但是河两岸树木低矮，若是御剑飞行，恐怕很容易被发现。能不能坐船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别管是船啊、竹筏，什么工具都不行，因为这个河它有一个特点，腐蚀性特别强。就说傀儡吧，若是灰石所致，到了河里就全部都腐烂掉了。虽说我们邪修者有灵力护身，能够免于腐蚀而死，但一接触到那个河水呀，你猜怎么着？犹如百虫挠心，痛苦难当啊！我去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你先别着急，就算你悄无声息的进去了，到了里面，你怎么才能不被发现？别闹，哪有什么脸吸丸，我听都没听说过。师兄，你就别再欺瞒我了。我早就听说啊，师门呢会给所有出任务的门人都发一种能够隐藏气息的脸吸丸，一旦服用这种脸吸丸，就可以隐藏身上所有的气息。师兄，你常年出任务在外，你一定有的。你这都是听谁说的？弄得跟真的似的。你别再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糊弄了。我知道你有，就算你不给我，我也一定要去的。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可不能因为他救过你的命，师兄就让你下去冒这个险。师兄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可是我现在你看，我修为已经长了这么多了，我还有那么多法宝可以傍身。你都用上脸吸丸了，那些法宝还能用吗？你一旦动用灵力，立即会被发现。那我还是个锦鲤啊，运气特别好。你忘记了？肯定没问题的，一定能够逢凶化吉。而且啊，你和师傅呢，从小就教导我说，做人呢一定要有情有义。桓宗他舍命救我，你让我这样放任他不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师兄，你就帮帮我吧，师兄。记住啊，此药有时限，一旦过了时间，就想办法立刻回来，动作要快，千万不要动用灵力，否则一定会被发现。我知道。师兄，灵狐，等我的好消息。空豪，哎呀，我恨我自己是个妖修，没有办法亲自去救公子。不用多说，桓宗是为了救我，所以才……再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。空豪，空豪小心啊！空豪，你一定要把公子带回来啊！
圣快到了。大皇子身为大将军，领兵在外，本有护国之责，却起造反之心，领兵攻向皇城，意图弑君，大逆不道，十恶不赦，免去爵位，贬为庶民，即可问斩。当今的狗皇帝，乃是弑君篡位，一个不仁、不慈、不义之辈，竟然反过来咬我一口，可笑！我领兵回朝，那是天经地义，只怪我起兵仓促，未能取你首级。今日即使我死了，苍天有眼，也不会放过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哥，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韩宗，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弟弟。我答应你。斩！皇兄，皇兄，你怎么了？皇兄，母亲已经不在了，是不是因为我表现不好，大皇兄不想让我当太子，所以要造反？谁跟你说的？父皇说的。你相信皇兄吗？信，我最相信皇兄了。大皇兄，真的是因为我才……相信皇兄，大皇兄很爱你，这件事也跟你没关系，别怪自己，好吗？以后在这皇城，皇兄会保护你的。这么多邪修尸体，还有那些乞丐傀儡，都是之前被扔下来的。华宗，华宗，你在哪里？你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！华宗，华宗，华宗，你醒醒，我是箜篌。走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即便是肉身回来了，只要心魔不破，回来也就是个痴呆或者是个死。
你在这里等着我。这么奇怪，难道只有我能看见那个迷障？真是奇怪啊，这里分明就是皇宫啊！桓宗的心魔怎么会跟皇宫有关呢？难道他以前是内官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桓宗怎么说呀，也得是个侍卫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找到他再说。谁在那边啊？没人啊，看走眼了吧？赶紧干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哎呀，跑不了了，在哪儿呢？寡人来了！美人，我来了！你在这儿呢，抓到了！皇上，美人，启禀父皇，叛贼已斩首。他怎么说啊？死前有没有认罪啊？叛贼斩首之前并不知罪，他认为自己无罪。他就是嘴硬而已。那你觉得呢？他有没有罪啊？儿臣以为有罪。知道他有罪就好，你比他聪明。可千万要记住，别重蹈覆辙。皇上，请喝茶。哟，哎呀，美人儿，寡人以前怎么没注意到你呀？啊，行了，以后就由你来伺候寡人。谢谢皇上。哟，真美。恭喜父皇觅得佳人。行了，去忙你的吧。儿臣告退。皇上，您该进仙丹了。皇上，我来喂你。好。哎呀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寡人的爱妃了。我为了见他，每天都用心打扮，不管忙到多晚都回来洗漱沐浴，几更天又起来干活。可是他呢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还叫我别妄想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是宫女，他不过是个侍卫。哎呀，他们侍卫都那个样，狗眼看人低嘛。不过是衣服穿的威风些，赏钱拿的比我们高些，说到底还不是伺候人的。就是，没关系啊。两位姐姐，我打听一下，请问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叫桓宗的侍卫啊？侍卫那么多，怎么能都知道叫什么呀？哦，也是啊。哦，对了，他长得呀特别好看，面相好的。我倒知道，可是也没听说过你说的这个名字啊。莫不是你晚上睡不着，自己犯花痴，梦里见到的吧？唉，今天累死了，又被姑姑给骂了。陛下刚斩杀了谋反的大皇子，
如今只剩下二皇子和太子了。说来说去啊，都是八卦，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。听说啊，这大皇子根本就没有魔法，只是因为……我还听说女皇根本就不是病重而亡的，是被皇父，也就是当今陛下给杀害的啊！所以大皇子是为了报仇才杀回来的，却被早有准备的陛下发现。陛下为了杀劫景侯，这才让二皇子当了监斩官，亲兄弟互相残杀。如今二皇子恐怕是吓怕了，也不敢忤逆。我可听说这太子本就不是陛下所出的，现在年纪又这么小。他们说的这些怎么跟史书上写的灵佑界皇室的事那么像？可皇父杀女皇的事发生在300余年前，这真的是桓宗的心魔吗？他的心魔怎么会和300年前的皇室有关呢？啊，你是在哪儿干活的啊？怎么看着这么面生？之前好像没见过你啊。我是那个洗衣服的。我们这些都是洗衣服的。哎，我今天啊真的是睡懵了。我的意思是啊，我是别的宫的，我特意奉姑姑的命来给大家送点心吃的。啊，那是哪个姑姑啊？就那个姑姑啊，还能有哪个姑姑呢？是不是？这个呀，就是姑姑特意命我拿来的吃食，我还要回去啊给姑姑复命呢。我就先走了，下次再来看望各位啊。你行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小的就守在您身边，万一您有什么需求，小的好马上释放了，要不岂不是怠慢了您？巧了，我正想起来有件事需要你现在就办。您尽管吩咐小的。今日去见父皇，回禀叛贼斩首一事，偶然看见父皇宫中尽是美女相陪，其中有几位堪称是国色天香。当时我就心想，如果我身边也能有这几位佳人作陪，那可就太好了。不过当然，有这样的绝色美女，自然要献给父皇。退而求其次，我身边能有几位稍逊一筹且心灵手巧的女子作陪，那也能度过这漫漫长夜。二皇子不必多言，小的自有分寸，亲自去办就是了。哟，那还真是有劳你了。不过如果今夜就能，那就更好。包在小的身上，给小的一个时辰，包您满意。他有什么动作吗？属下无能，在公道上跟丢了二皇子。废物！二皇子突然说掉了什么东西，让侍卫们去找。可是天太黑了，奴才刚一转头，就发现他已经不见了。是在哪里的公道？后花园附近。他一定是去和别人接头，没准儿是大皇子的人。不过我听说他们历来只听大皇子的话，如今竟被他收归所用了。不过我后来去找二皇子时，碰到了二皇子身边的内官，他正要准备安排人出宫办事，说是要替二皇子找美女侍寝。好端端的说什么要找美女侍寝，谁信呢？我非得去抓他个现行，当场治他个忤逆之罪。来人，摆驾。是。这皇宫这么大，走了这么远，没见什么侍卫的住所。难道那些侍卫都住在城外吗？走得酸死了。大晚上的，皇宫戒备这么森严，这不能用灵力，我要怎么找啊？应该去哪儿啊？好累，我要不还是睡一会儿，睡着了，说不定还能梦见好吃的。哪儿睡呢？哎，这有棵树啊。
二皇子，除了刚才的内关，这宫里大大小小还有不少人跟着我，时间紧迫。虽然大皇子兵权已经被夺，但我们西北大营的所有将领都只认大皇子一人。他曾交代过，如果他杀贼失败，让我们放心跟随。这是大皇子的信，只要有他，您随时可以号令西北大营数十万军队。如今大哥不在了，须得小心谋划。待时机成熟，局势定会逆转。皇宗，真的是你啊！皇宗，我们赶紧一起离开这里。放手！我不放。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，千辛万苦才找到你的，我找了你很久很久很久。你先从我身上下来。哪来的宫女，竟敢直呼我的名讳？啊，皇宗，难道你不记得我了吗？起来！哎，快！你也是父皇派来的奸细。什么？别说话，别乱动。哟，这不是齐妃娘娘吗？娘娘新晋位分，这大晚上怎么有空出来夜游啊？本宫出来消消食儿。二皇子，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二皇子，原来桓宗不是侍卫，是灵幽界的二皇子。娘娘这不是看见了吗？这么好的夜色，当然是要跟家人一起度过。桓宗怎么变得这么奇怪？怎么，娘娘想在这儿看？我倒是没关系，就是怕娘娘看久了，耽误娘娘消食。不打扰了。说，父皇派你来到底干什么？什么父皇不父皇的？我都跟你说了一路了，我是箜篌，我只不过是找你找累了，在那棵树上睡了一会儿。我也没想到会在那个地方正好遇上你，而且你怎么还成了灵幽界的二皇子？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我再问最后一遍，父皇让你过来到底干什么？桓宗，我是来找你的，这里这一切全部都是假的，你跟我走好不好？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啊！我再说一遍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？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？你先前还说喜欢我来着，你现在就不认识我了？你不会真喜欢上我们家箜篌了吧？对呀，我没见过你，更不认识你，更不可能说这样的话。之前他们跟我说，等你进了心魔之境之后，你就会不记得我了。我还不相信，
桓宗，我是云华门的空侯，你是流光宗的桓宗，现在这一切全部都是假的，只是你的心魔，你得赶紧醒过来。云华门流光宗我倒是听过，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虽然你现在是灵游界的二皇子，但是那都是你过去的身份，后来你去流光宗了。好吧，桓宗，你先把剑放下来，我们慢慢说，好不好？桓宗，好，我不碰你，我只是想把真相告诉你。现在这一切全部都是你的心魔，这都不是真的。真正的你在外面的世界还沉睡着。你要是不信，你现在就跟我走，等我们出去了，外面的一切你就会自然明白。你松开！你跟我走就是，你跟我走。力气怎么这么大？走！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你没看到那有个出口吗？什么出口？胡说八道！算了，你看不见也没关系，跟我走就是了。又来！你还是个女的吗？力气这么大！松开，小心我立刻处死你！等你跟我出去，你就只会感谢我，根本就不会舍得处死我。松开！松开！哎，人呢？什么情况？看来桓宗不能从这个出口出来，也就是说，他没法通过自己的心魔。桓宗，桓宗，我求求你，快点醒过来！我求求你！别说话。在心魔内受了伤，怎么在外面也会有伤口？那如果说你在里面遇到危险，那现实中的你岂不是也……看来还不能轻举妄动。我必须要进去想办法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你在这里等我。怪了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是我眼花了，还是在做梦？殿下，你先别说话，你看看后面有什么？墙？只有墙吗？啊，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比如出口什么的？出口？没有啊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没有吗？那怎么回事啊？那他是怎么消失不见的？殿下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啊，起飞的细走抓到了，处理的干净点。是。走吧。来，美人，来吃个葡萄。哎呦，妾身实在没有想到，二皇子竟然比皇上还要急切，在后花园就这般急不可耐，也不怕被人瞧见了。我看啊，他倒是想让人瞧见。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妾身听不明白。他这是演给你看的。这小子心思深，不是个纨绔子弟，大概啊心里憋着气呢。皇上说的有道理，不过今日那位宫女长得确实娇俏。哦，是吗？说说看。皇上，哎呀，来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你最美，你最美。这还差不多。妾身是想啊，那宫女生得玲珑剔透的，保不定日后可以为我们所用。毕竟
英雄难过美人关呢。说得对，说得对呀！听你的，果然以后都听你的。太子殿下，皇哎呦，太子殿下，您就别闹了。皇兄还没有给我讲故事呢。你应该就寝了，太子殿下。不睡。怎么了这是？皇兄，你终于来皇子了。今天怎么现在才来？我等了你好久。皇兄刚才去办了些事情。我好害怕，我还以为皇兄会像母亲和大皇兄一样，永远不会来了呢。怎么会呢？皇兄这不是来了吗？走，睡觉去。你下去吧。走喽。去吧，躺上去。皇兄，你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？今天就不讲故事了，今天皇兄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事。好啊。皇兄今天路过一个地方，看到树上有个姑娘，掉了下来，正好被我接住。树上吗？哇！然后这个姑娘跟我说，她跟我以前是很好很好的朋友，但是被我不小心给忘了。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。啊？为什么？皇兄，你怎么能把好朋友给忘了呢？那他是不是很伤心、很生气啊？有一点吧。后来他带我去了个地方，说是只要我跟他走，就什么都能想起来。松开！你没看到那有个出口吗？可是那个地方明明只有一堵墙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出口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个姑娘走进墙里，就消失不见了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皇兄，她一定是仙女姐姐，对不对？什么仙女姐姐？对啊，对啊，不然她怎么能钻到墙里面去呢？皇兄，如果你下次再遇到她，一定要带我去看看啊！我还没有见过仙女姐姐呢。行，咱先睡觉吧。躺好啊。怎么一眨眼这里就天亮了呢？等了好几天，终于逮到人了。走，交差去。什么？好几天了？我这才一眨眼的功夫，怎么就好几天？哎，别废话，放开我！走。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哎呀！殿下，人到了，让他进来。关宗，我都说了我自己能走，放开！桓宗，你怎么跟焦桐公子似的，还没穿好衣服就把人喊来了？下去吧。是。这几日我仔细想了想，你应该也是父皇派来的细作，只不过会点巫术罢了。什么？细作？巫术？难不成你真像我弟弟说的那样是仙女姐姐？好嘛，又成仙女姐姐了。你最好自己想清楚。我真的不是什么细作，也不是什么仙女姐姐，我是箜篌，是你的朋友，箜篌。我真的没有撒谎，只不过桓宗你不记得了。嘴真硬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没有必要手下留情了。来人，将此人冠以刺客之名，即刻处死。等等，桓宗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，等一下，我有办法，可以证明我是你的朋友。干嘛？我好像忘了件重要的事儿。你们家公子的心魔是什么？公子的心魔不会是酒宿吧？应该不是。你没事吧？
我要知道我们家公子心魔是什么，我能不说啊？你跟了他这么久，连这个都不知道？我认识公子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流光宗待了很久了，一直以来也是现在这个性子。再往前的事儿也没人敢问了。反正就听我们松和师叔曾经说过，我们家公子在进流光宗之前，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情。看来我也只能进去之后走一步看一步。哦，对了，空豪，那个，那个空豪，我虽然不知道我们家公子心魔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他一个秘密。如果你进去的时候，你跟，如果你进去之后他不认得你，就跟他说，就跟他说，我知道你屁股上有一颗痣，要不你让我进来验一验，就都知道了。北俊，你也下去。是。环总，现在你该相信我了吧？还知道什么？继续说。我还知道你很喜欢穿白色的衣服，这也算。你还喜欢干净，所以呢，你不允许吃食进入你的寝殿。还有，你平常啊喝茶也十分讲究，你必须要用清晨松针上的露水来泡茶，什么桃树、雪梅、百合之类的，通通都不行的。看来父皇为了让你接近我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既然将这种事情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你，还真是看重你呀。既然父皇如此看重你，那我还真是不能轻易杀了你。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为什么他重用我，你反而就不能杀我了呢？怎么，你想被杀，想死是吗？不想死，不想死，不想死。那奸细就奸细吧。姑娘，打今儿起您就住在这儿了。啊？这儿？这个环总不是把我当细作吗？还安排这么好的地方给我住，他到底怎么想的？姑娘，这些都是二皇子赏赐给您的。姑娘，您还不知道吧？二皇子这些年身边什么时候有过女人呢？你可是头一个。这若要是讨得二皇子的欢喜，赐你个封号也不是什么问题。到时候海湾姑娘可得记得咱家呀。公公，你误会了，我不要这些，我跟二皇子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齐妃娘娘听闻二皇子觅得佳人，特来赐赏。啊？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桓宗是二皇子，那宫女们说的女皇被皇夫所杀，就是他爹杀了他娘，皇帝还害死了他哥哥，让他奸斩。天哪，真的好残忍啊！那桓宗的心魔，该不会是当年没能杀了他爹报仇吧？那破除心魔，是不是我去帮他杀了皇帝就可以了呢？还是必须他自己动手？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想你啊，桓宗，你怎么来了？要不怎么说这父皇挑的妙人就是不一样，嘴都这么甜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误会了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桓宗，你喝酒了？桓宗，你放开我！不，桓宗，你放开我！桓宗，父皇派你过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桓宗，你回去告诉他，不要这样。二皇子就是这样沉迷女色，不务正业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桓宗，你不要这样！桓宗，桓宗，你放开我！桓宗，桓宗，你不要这样！桓宗，桓宗，你清醒一点！桓宗，桓宗，桓宗，桓宗。
现在被心魔所困。他本意不是这样的。婉总，你今天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大哥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